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范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翻新卡琳娜的攻略。在我看来，新版的卡琳娜提高了操作难度，但也提高了英雄上限。新的被动技能相较于老的，在百分比真实伤害的基础上多加了一段基础伤害，这一点无论是在前期打野还是杀人都有一定的好处。原来的助攻击杀刷新1号技能 CD 效果被取消了，改为打出一次被动可以减少1号技能1秒的冷却时间，但同时也略微提高了1号技能的初始 CD。新的1技能现在可以对普攻你的目标造成伤害，这一点用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意义不大，因为卡琳娜进场意味着秒杀。另外，释放大招就会中断1技能的效果，对面使用普攻打到你的机会很少。虽然说反弹伤害可以触发卡琳娜的被动，但没有人会傻傻的一直点你，而且克劳德大招似乎不能触发这个，所以新增的技能效果其实微乎其微。新的2技能稍微增加点伤害没啥说的。新的大招呢是卡琳娜修改的根本，技能由1段伤害改成2段，虽然说2段总伤害比之前高，但是第1段伤害是比之前低的，而第2段的伤害有一个对面血越少伤害越高的机制，这会让卡琳娜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。如果第2段大招慢点放，敌人只需要转个弯就很有可能打不中，如果快点可能无法打出最高伤害，并且会让卡琳娜远离目标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修改连招。老版的卡琳娜一般使用132A 来秒人，很多人会把这个习惯放到新版卡琳娜，也就是132A3，就会出现远离目标的情况。但如果我们使用1323A， 把强化普攻放在最后，那就可以让卡琳娜重新回到目标身边继续输出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常规卡琳娜的装备选择。首先走打野位，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。在3种猎杀里，我推荐冰刺猎杀，因为卡琳娜在前期不一定能很顺利的一套秒人，而减速别人追着目标打，尽可能的打出更多的被动效果才是击杀的关键。第2件装备推荐暗影双刃，这件高额基础伤害装备一定是越早出越好。由于卡琳娜是拥有真实伤害的，天才法杖的优先级就没有那么高了，并且先出暗影双刃的伤害也是比护栏收割者要高的。第3件装备选择护栏收割者，拥有减 CD 和回蓝会让你更舒服。第4件选择神圣晶石，大幅提升伤害。第5件选择巨能之力，单靠暗影双刃的吸血效果是远远不够的，此时游戏进入中后期，你需要有杀人回血的收割能力。第6件看情况可以选择寒冬权杖、神谕、不朽，来带来一定的容错率。灰具选择法师，天赋点出移速、穿透以及神秘商店。对于常规输出的卡琳娜没有太多可讲的，如果对面血量很低，根本不用在乎连招顺序，冲上去连滚键盘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一套杀不死人，一定要用我前面说的连招方法，把强化普攻放在最后，不能让目标反向逃生。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，现在只有被你大招标记的目标在5秒内死亡，你的大招才能刷新，而不是像之前我大招没杀死人，其他地方混一个人头或者助攻就能刷新。所以没有必杀的把握，尽量不要开大，或者是用大招第2段拉开距离逃生。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说常规输出上的卡琳娜在打满额输出情况下伤害比之前更高，但操作要求也更高，容错率更低，也就是更吃队友。那么我今天要着重讲的是我最新开发的坦刺流卡琳娜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卡琳娜出肉装伤害还高？因为卡琳娜拥有百分比真实伤害，这一部分是不受你的法强加成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新版的卡琳娜可以这么玩？比起老版优势在哪里？新版的卡琳娜对于1号技能的刷新不再是通过助攻或人头，而是打出被动就能减少1号技能 CD。而新版本在做出附魔法器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 CD 提高到 45%， 源源不断的打出被动。鞋子选择攻速鞋，增加前期打野速度以及优化打出被动的手感。附魔紫色打野，这个附魔的效果伤害是基于你最大生命值的。如果你是个坦克打野，非常推荐这个附魔效果，在造成伤害的同时还能够回血。第2件装备选择附魔法器，这是我们唯一会出的一件输出装，你不出它可能会面临蓝条不够的情况，并且它还可以提高你 5% 的冷缩上限。第3件装备选择雷霆腰带，因为我们没有冰刺猎杀，先把减速的效果给拿下。另外，现在雷霆腰带的效果是基于额外最大生命值提升的，所以你只要出肉装，打出的效果和大多数坦克英雄是一样的。第4件装备选择神谕，增加魔抗的同时把 45% 的 CD 给它叠满了。第5件选择蛮力胸甲，进一步提升双抗和移速。第6件选择天空盔，这样你既有回血又有回蓝，无需回家，并且提供大量的生命值，提升你的雷霆腰带和紫色猎杀的伤害。在攻速鞋和满 CD 属性的配合下，最大限度发挥卡琳娜被动减 CD 效果，极大的增强卡琳娜的单挑能力，不需要击杀也能源源不断的使用1号技能进行消耗，在确定击杀的情况下再使用大招收尾。
只有在你足够肉能够扛住伤害的情况下，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你的一技能反弹伤害，包括你大招两段的这个秀人效果。不然，如果你只是做纯输入装，把两段大招当成之前的一样玩，就是增加点伤害，那其实这一代更新是起到反作用的，手感不如上一代。好，然后最重要的徽记部分来了。很多玩家可能会发现这套坦克桌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巨能之力，无法杀人回血。那怎么解决？很简单，使用刺客徽记带杀戮圣叶。前面我们说了，这个打法不需要法枪，自然也不在乎徽记里面那么一点法枪。至于前期打野速度，带刺客和法师其实差不多。而刺客的优势在于，我不用出巨能之力就能杀人回血，而且这是个百分比回血，你越肉，它的收益就越高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战，一级学习2技能，打蓝 buff 的速度会比较快。你们看我这个刺客天赋打野速度并不慢啊。这边对面钩子看到我这边红区没人，肯定会过来勾蓝，这就是为什么高分段辅助还是跟打野比较好。如果没人干扰的话，第一个 buff 是不用交猎杀的，因为要留着猎杀去抢河道花，但这里没办法，还好拿到 buff 逃掉了。卡琳娜的打野速度算快的了，因为有百分比的真实伤害，所以没人干扰你打野就别交猎杀，因为这版本猎杀技能对于打架很有帮助。这边我们到4级了，就去上路抓一波格兰杰，思路还是一样的，1号技能起手，等到有必杀的把握再交大招。这里钩子也是一样啊，但是他交闪了啊，饶他一命，不亏。这里钩子待在塔下不走，那肯定是要杀的。记住不要用一技能进场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大招，直接走进去。A 要 A， 先普攻，再一技能刷新普攻，最快打出3环被动，斩杀残血目标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一波啊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如果对面没有直线跑，而是侧着跑，只要你两段大招中间有一点点时间间隔，都有可能导致第2段大招没中，那这波就凉了。我们跳过一些打野发育啊、单杀脆皮的镜头啊，来看这波就是靠队友，对面全都在一起并且残血了，那这就是无论新老版本卡琳娜最喜欢的情况了，冲进去哪里亮点哪里就完了。这边还有格兰杰，他出点防御装有点肉，但没有关系，追上去一个紫色猎杀，基于我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送他上路。但由于是路人局嘛，自己也浪了几次，又拖到了中后期。但这才是我坦刺流卡琳娜真正发挥实力的时候。这边他们打起来过去帮忙，但是全是满血，不可能一个人冲进去。一技能拉开找机会，只有林一个人过来了，那你不是找死吗？再回去发现格兰杰是残血，有机会的，准备入场。过来的时候发现奥黛打半血，那就先杀你。你看肉装也不影响卡琳娜的收割能力，而在攻击血量比较多的目标时反而更稳。这边开领主啊，虽然出的是肉，速度肯定没有输入装快，但也差不了太多，每次真人伤害都有2000点。这就是肉装的容错率，即使被控住也有逃生的可能。然后借助刺客天赋杀人回血加速逃生。那这边呢，失误被钩子控在塔下结火啊，那真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也因为我的死亡啊，队友陷入了被动局面。但是问题不大，我复活了。
啊，这边的钩子大招又好了，你如果是个输出卡琳娜，能在这波1打3吗？然后这边你们可以看到，大家都是刺客，但是他打我等于刮痧，但是我打他却有伤害啊。不过这边对面兵太多了，应该推不掉，得等下一波。经过上一波团战，我们发现后期攻速鞋用处肯定不大了，可以换成减控鞋，猎杀层数还是有的，不会掉。不过不能换成其他装备啊，不然你的猎杀技能就没有了。本来看小地图以为他们走了，但是突然又出现，那就放下 buff 去参团。那这种对面少于5个人的团，我们是不可能输的。我有雷霆腰带，有源源不断的100%真实伤害，你走不掉。那我相信啊，这波坦刺流卡琳娜打法的优点应该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打起来肯定是没有梳妆的卡琳娜这么爽的啊，但是会更稳，容错率更高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然后说个事儿，大家会发现这期视频呢比之前的英雄教学废话少了，只讲重点，并且后面的实战部分一些不重要的片段也删减掉了，是因为想拓宽新粉丝，特别是一些老外的粉丝，对吧？一个视频我会尽量控制在15分钟以内。然后只讲重点，减少点废话，后期翻译字幕也好翻一点。那喜欢听我讲废话的老粉丝也没有关系啊，之后反正直播还是原来的风格，对吧？欢迎大家多多来捧场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